不是台积电罗维仁2奈米的泄密案件，现在大家都在追。就追的时候，大家一直说一件事情，你 Intel 出来讲，你之前不是说你会尊重智慧财产权吗？说跟我没有什么关联。好，今天 Intel 出来了，出来之后我气死了，Intel 你真的不要脸，天下无敌。他说什么？内部信里面 ，Intel 的陈立武说什么？他说：“我们力挺涉嫌泄露商业机密的台积电前高阶主管。”美国晶片制造商表示没有理由相信，他说发给员工的内部信里面说没有理由相信针对罗维仁的指控，而且他说什么罗维仁来我们这边刚刚好而已啊，所以现在怎样？你 Intel 要跟台积电真的干起来了吗？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现在这个罗维仁在台湾是千夫所指，但是呢，我们认为你们这个指控都是无中生有，所以我们热烈欢迎罗维仁回娘家。所以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对，我力挺罗维仁不演了而且直接只差没讲一句，你根本台积电是血口喷人，没有一个证据的确证的一个情况之下指控罗维仁，只差没有把话讲这么难听那我们就心里想说，你丢啊不丢啊？难道我们台积电会乱这个指控吗？难道我们的检调会乱污蔑吗？那为什么 Intel 这个陈立武他有这样的底气啊？我觉得某一种程度上，如果他这个时间不可雪中送炭的话，会不会罗维仁把他为什么做这件事真正的原因抖出来？那到时候不是都麻烦了吗？罗维仁会搞一个鱼死网破，我知道，把你陈立武也咬出来了。当然，我们当然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这个陈立武他之前才讲，他说没有，我们尊重智慧财产权，但现在也言犹在耳，却突然之间又变成力挺罗维仁，甚至说，这个罗维仁曾经在 Intel 服务了18年了。致力于这个晶圆的一个技术的开发，所以我们真的是举双手欢迎张开双手欢迎他来，对团队的诚信、正直跟高标准充满信心所以呢，等于就是跟罗维仁绑在一起就对了。那我们就心里想说，那个陈立武，你把这个话讲得这么满，可是你不要忘了什么？今年8月，美国自己的国会议员才说。陈立武是间谍，所以这个时间点到底怎么一回事都会让人家觉得太奇怪，这不会什么计中计、谋中谋吧？有人吓我，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高检署已经昨天好像有去搜索他那个新竹这边的住处，所以这个查下去就知道。不过确实越来越多的讯息出来，什么讯息呢？罗维仁实在太不寻常了，怎么样不寻常？你看他甚至在退休的前一天还跑去参加一个先进制程最机密的一个 review meeting， 也就是检讨会议。你明天就要退休了，现在就算检讨，关你什么事啊？你还特别去参加？本来大家心里只是敢怒不敢言，心想说这也太奇怪了，没有办法想到现在原来答案揭晓，别有目的。他退休前一天去之外他他不是说他在前1年已经被调走了吗？对，就他怎么形容？知情人士说他不甘寂寞，所以呢，他被调任后，我还是以这种大佬的姿态去参加研发组织的闭门会议。结果大家想说因为你是短嘛，算了，你可能是被调，我尊重你。不对你越来越奇怪了我跟你讲啦，讲实在话，人家现在整个未来要培植的对象是谁呢？储君是谁？就是闵玉洁嘛，在研发这一块。那人家闵玉洁在场，你硬要去现场，那是代表什么意思？我就是用那个资历来压你嘛，我就是老屁股，怎么样？我看你敢不敢把他赶出去？那人家是温文儒雅，当然不好意思把他给赶出去，那他就这样子大行起来，然后呢，也就软土生绝，因此就这样1年多的时间，让人家觉得哇，什么搬了20多箱的资料，那现在人家就想到，你看越来越多人敢出来讲。他说，事实上他已经延这个退休延了8年，算下来大概也快10亿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人已经有这么一个礼遇，台积电如此礼遇你，结果呢你恩将仇报，不仅带枪投靠，那现在真的是让人家就觉得说，把台积电未来最重要的2奈米的都要这个规划旁体端给Intel，如果是真的所谓的 Intel 的话，所以台积电这个很多人都会觉得，一方面是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恩将仇报？不是，我们刚才还特别看到什么 Intel， 我们刚刚讲
执行长陈立武他都出来话了哦，他说我们要相信罗威人。结果你 Intel 最近做的事情，我坦白讲，我看完都觉得不舒服啦。你看到哦，媒体已经报道，现在在亚利桑那州的台积电厂 ，Intel 开始在挖角了，就还真的有工程师去了。你感觉好像跟我们非常好，你私底下在弄一些无微不微代际。不是，我跟你讲，他真的挖哦，而且那个薪水是好几倍，他开出个条件是什么？薪水多2倍，对，工作少1半，所以钱多事少，离家近。哇，这心里想说，这个真的是你知道针对性很强，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台积电台积的已经在亚利桑那厂的这个台积的工程师，就鬼哇那个整个带走，鬼像那个整串肉粽一样整串带走。可是我跟你讲，他们很多人就说什么，这些工程师心里想说，可是我觉得 Intel 好像没有未来，不太稳，不太稳。为什么？不好意思哦，他们今年才大幅裁员啊，裁了2成多，全部裁了2万多人，裁了2万多人情况之下，这个大家心里想说，你挖我去，不好意思，你前一波才裁2万人，我怎么敢去？所以很多工程师是婉拒唔敢去，结果就发现这个罗维人，为什么敢去？第一件事情，因为台积电已经领域他让他多领了10亿嘛。第二件事情，他自己认为我事实上我是有实力的，我是可以当 CEO 的，是你台积电没有眼光，所以我要证明自己。就像很多人内部人就要讲哦，你马上拜托嘞，你都已经75岁了，而且不要忘记一件事，我们昨天有特别讲到，罗维人他以前是管营运、管生产的，他不是以这个所谓的研发出来的。当时谁不买这个研发头，明明应该给我，结果你竟然给罗维人，那个人是谁？梁孟松嘛。那梁孟松心里想说这个人也不懂研发，你把这个人跌压在我头上，他因此变成压倒梁孟松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你罗维人现在弄了一大堆技术，你想要带枪投靠，我就跟你讲，你自己如果不是有这个专业技术的话，就像给你一把枪，你搞不好也开不了。正峰，我们刚刚特别讲罗文这件事情，全台湾都很愤怒。Intel 的执行长今天他还出来话，好，就是你这些话之外，今天我们的检调有新动作。之前不是什么他治案嘛，现在什么转被告，这是个非常硬的一个讯号哦。而且什么，你虽然在我们节目上讲说假处分，对不对？今天假扣押也都出来，你要玩下去，我们检方、我们的国安团队陪你玩到底的。是，今天台积电并不是孤军奋战，台积电其实已经是跟我国的政府全民参战。对，怎么说呢？那今天司法他去搜索哪里呢？他搜索罗维人在台北的住居所，还有在新竹的住居所。对，然后他带回了什么？电脑，还有他的随身碟。所以同时呢，他有扣押以外，他有搜索以外，还有扣押。但他扣的不只是电脑跟随身碟，他还扣了他2栋豪宅，一栋在台北的松山，一栋在新竹的竹北。好，还有什么你知道吗？还有罗维人的台积电股票，那很值钱的哦，非常值钱。多少钱？依照之前公布罗维人所持有台积电股票的数据来看，之前说一台下1348倍丢。依照现在市价来说是多少钱？你知道吗？大概10倍赢啦，18亿的股票，再加上他的不动产，他这一次所扣押的资产可能超过20亿元。你就说20亿元减掉可以随便扣人家的财产吗？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当然是要计算过的，因为扣押必须要符合比例原则。意思就是什么？你想一下。减掉呢？今天做这个事情之前，代表他有核算过对台积电的损失，还有罗维人的犯罪所得，对不对？好，我问你，台积电的损失谁跟他说的？台积电算出来的，当然是台积电跟他讲。因此，他如果扣了他的股票之后，罗维人接下来就不能透过集中市场交易。那你就说过去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其实有，你还记得刘冠军？对。国安局前上校，他之前私吞我们的外交密账嘛，国安密账大概1.9亿元，当时的减掉就是扣他的台积电股票，扣了100张，当时他好像花500万买嘛，后来涨到1亿多了哈，所以有没有扣押股票的潜力？有，而且当时我们的减掉也拍卖成功。对，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的意思就是，如果减掉做
查扣罗维人股票这个动作意思是什么？你想一下，就是要逼罗维人回来面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今天查扣你的股票，代表什么？代表你今天一定会要求 claim 把你的股票拿回来。对啊，你不要让搞你股票得登啊，你必须诉讼啊。你如果本人没有回来，对法官来说，你的这个证据评价不够高，所以我会希望你罗维人回来。但是如果你罗维人一回来，然后我跟大家说明一下，罗维人现在已经正式把他列为被告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一入境松山，你一入境桃园机场，你马上就会被谁？被警察带走了哦，他就上铐了，所以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案件非常非常的棘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台积电第一个他不想要亲上火线，所以他先只提出民事告诉，但实际上他透过什么高检署，他的触角，他的手其实是有请高检署遥控高检署帮他提出刑事告诉，但高检署现在是用国家的名义出手，对不对？好，所以意思就是整个状态来说，我们的政府行政、我们的台积电，还有我们的司法，全部都出动的情况之下，对于罗维人的压力大不大？大，很大，对不对？那我问你，罗维人应不应该回应？应该啊。可是谁没有回应？罗维人没有回应，现在都是陈立武在帮他回应。这个是谁？是 Intel 陈立武在帮他回应哦。艺术的现在怎样背书？他说：“罗维人，你不要回应，因为你就是我的人。所以接下来台湾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冲着 Intel 来，冲着 Intel 就是冲着谁？美国。为什么？因为台湾跟美国要开干了，它有关股嘛，对不对？所以现在看起来，台美的晶片大战恐怕是一触即发。”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